传皇上旨意。闻河阳立正清明，诸班各尽其职，县令潘岳勤勉尽责，深得民心。即日，潘岳离任河阳县令，返京述职。臣领旨。潘大人此次回京，定是扶摇直上，平步青云。下官在此先行恭贺了。谢王大人，告辞。恭喜大人！来，把鱼放好。来，快，赶紧到厨房去，把碗筷拿出来。快点！哎，马上开席了，过来，放这，放好。快，把酒赶紧把酒放好。哎呀，来，快点！上官小姐，实不相瞒，其实我一开始吧，挺瞧不上你的。你说你一个小女子，追夫追到衙门里了，算什么样子？成何体统？啊！不过呢，相处下来，哎，让我刮目相看了。一个初学仵作的小姑娘，啊，跟我这个大老爷们儿比，都毫不逊色。这，哎呀，让我汗颜呀！要不是祖师爷的庇佑，我，对，才不配为我。哎。那我得敬你一杯，来。刘捕快，我这一走，应该松了口气了吧？以后啊，再也没有人打你板子了。不是，大人，我真心觉得您来的太晚了，我这顿板子早就该挨了。您来河阳之前，我们虽然是官府的差人，可我们什么也不能做，什么也不敢做，整天的欺下瞒上的混日子。四大宗族的人拿我们当看门狗，老百姓也看不起我们。您来了之后，县衙是真正的县衙了，我们一起查案缉凶，扬善惩恶。我们现在穿的这身官服也能昂首挺胸了，这一切多亏了大人您呐！是啊，多亏了大人您呐！是。诸位，潘某此番前来，只是短暂任职，但河阳终归是你们的家园。即便我如今离任，也希望各位能如现在一般，守护好自己的家园，还河阳一个真正的太平清朗。来，敬大家。大人放心，我等定不负大人所好。没想到短短几个月，刘捕快跟陈仵作他们变化挺大的。刘捕快当初也是一腔热血，但是认真查案的人在这里根本立不住脚。他为了照顾家人，才不得已一步一步变成这样。环境使然嘛，若为一己，非死即疯。是啊，师傅疯了，你也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。我当初回来找你，万万没想到会让你经历这些。过去的一切我无悔。谢谢你来，谢谢你找到我。也是赢过流，也是你等我一下。啊？喂，等我一下。我说那么久没见他，原来被你扔了。你那个时候都有郡主了，我留着他干嘛？
那你跟阿江眉来眼去的时候，我也没扔他呀。啊，你怪我？怎么会怪你呢？我只是不想他们再分开了。这里好多店铺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10年前离京的时候，我跟爹娘走的就是这条路。可惜他们殒命他乡，再也回不来了。此番回京，我们一定会救出幕后元凶，告慰你爹娘在天之灵。玉。敢问潘岳潘大人何在？我是潘岳，奉皇命接潘大人进宫。稍等。不必担心，应该是进宫述职。我先让阿泽送你回府，晚点过去找你。一切小心。走吧。小姐，芷儿，哥哥。芷儿，你可知道这些日子，哥哥有多么挂念你吗？啊，我也挂念哥哥。快让哥哥看看，着实也没什么变化，不过是气色越来越好了。怎么了？我们才多久没见，就对我如此生疏？不是，这不是长大了，妹大必凶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偏要把我当小孩子。芷儿说的对，你确实长大了。走。宝才，芷儿，你看。宝才，你一定是很久没有见到芷儿，才会这么兴奋，对不对？那个，你先下去吧。先下去吧。芷儿啊，他可是宝才啊。宝才。那你为什么会这么怕他呢？我也不是特别怕。小姐，是不是上次查案子被那几条流浪狗吓到了，落下来变干啊？对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妹妹，这些日子在河阳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帮岳哥哥查案子嘛，也学了不少东西。他在信中确实对你大肆褒奖，而且说你帮了他很多忙，我也没有想到你能做得如此之好。哎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啊。现如今，你同潘岳是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他就那样。你看你还不好意思。我早就听说了，你们两个人在河阳可谓是出双入对。以潘岳的性子，肯让你待在他身边那么久，可见你们的关系非同寻常。芷儿，我知道你从小就对他有爱慕之心，现如今你算是得偿所愿，哥哥也是深感欣慰。我们上官一家虽然没有什么一官半职，但是我这个当哥哥的一定会拼尽全力，给你一场最盛大的婚礼。
让你做天下人都羡慕的新娘。哥哥，此事不忙。我当然知道不着急，怎么样也要等他潘越跟那个郡主把婚约之事解决了之后，我们再做决定啊。之前的答应郡主确实是权宜之计，现如今不同了。你可是他最爱慕的人，现在他一定会争取时间，尽快处理好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若是敢欺负你，我这个当哥哥的肯定不会答应。若上官兰知道妹妹已香消玉殒，不知会有多么难过。我如此冒名顶替，将来要怎么做才能弥补对她的亏欠呢？侄儿，你是不是一路舟车劳顿，有些累了？莲儿，快去准备些兵剑，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再聊。好。是，小姐，跟我走吧。臣潘越，拜见皇后娘娘。父亲。潘越，你赴任河阳短短数月，不仅一洗之前污名，还扳倒豪绅，荡平贼寇，让当地政清人和，尔安远治。不枉晶儿当初在皇帝面前为你力保，他没有看错人。皇后娘娘过誉了。这不过是臣的分内之事。起来说话吧。谢皇后。前2日有不少折子为你请功，礼部也有官员奏请，不如就你回京之机，办了你跟晶儿的婚事。今日本宫宣你和你的父亲进宫，也是为了商量此事。大婚宜早不宜迟，本宫让他们看了看，下月15便是好日子。皇后，郡主的婚姻大事不敢草率，是否从长计议？今年山东大旱，南方又闹水患，百姓哀苦。你们完婚也算是为民祈福。可如此匆忙，只怕会准备不周，委屈了郡主。郡主乃是将门之后，他父母为国战死疆场，留下一对孤女。本宫念其忠义，便认她与她姐姐为义女。她打小便是马背上长大的女子，应该不会在乎这些虚礼的，是吧，晶儿？是。这件事情，本宫就替你们做主了。我也会派礼部官员全程督办，你们就不用操心了。还不谢过皇后。谢皇后成全。礼部侍郎为何会突然提我和郡主的婚事？会是那幕后之人的安排吗？你大张旗鼓以卓山聚集案，又匆匆返京，你是要查朝中内人？杨家的大仇已报，你既
既然与郡主好事将近，日后必定能青云直上，何不就此罢手啊？父亲明明知道，我志不在此。我劝你啊，潘大人。二位大人，在下是礼部的孙希明，奉皇后旨意前来筹备您跟郡主的婚事。有劳了，孙大人。哎，这是孙某的荣幸。接此任务啊，孙某连夜排出了这份礼单，请大人过目。哦，这些啊是接下来1个月驸马爷的行程安排。安排的挺满嘛。看来未来这1个月，我也不用睡觉了。人逢喜事精神爽嘛。事情虽然多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累着驸马爷的。要不，咱们先去礼部熟悉一下行程安排。明日啊，我们需要量体定。你清楚便好。大人。小姐，天气炎热，我给你拿了一些冰剑。他可是宝财啊！宝财。那你为什么会这么怕他？我也不是特别怕。小姐，是不是上次查案子被那几条流浪狗吓到了，落下来变干啊？对。莲儿，我有话想问你。什么？你是不是一直在帮我呀？你已经知道什么了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在河阳的时候。自从小姐在河阳遇险，醒过来之后，我就发现你跟之前有些不一样了。你开始不要别人服侍，也不打骂下人，吃饭不忌口，也不成天雕琢外表，习惯、口味、性格都与之前有所不同。最开始，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，直到……小姐以前最忌讳死人的东西，怎么会熟练的使用、擦洗、仵作用的那些刀铲锤镊呢？我还听阿泽说，你为了保护证据，不管不顾地抱住尸体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眼前的小姐跟之前不是同一个人了。你既然知道，怎么不揭穿我呢？小姐，你放心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。其实，莲儿以前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，只要做错一点事，就会挨打、挨骂。虽然莲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知道，眼前的小姐是好人，对我好。对其他人也好，
灵儿虽然只是个下人，但是也不是不分好歹的人。所以小姐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的。我应该谢谢你一直相信我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你都如亲妹妹一样照顾我、关心我，所以该说谢谢的是我。这样，从今以后呢，我就不是你的小姐了，你就当我是你亲姐姐。这怎么能行呢，小姐？灵儿只是一个下人，灵儿怎么配做你的亲？啊，咱们两个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，怎么就不配了？但我有个条件，你以后不要再做出这种表情了啊！下一个。才吃了吗？怎么又来？公子说了，小姐您多日劳累辛苦，定要好好补一补才是。这些啊，可都是公子专门吩咐厨房为小姐您准备的。既然是哥哥的心意，是。小姐请用膳。潘越自打进了宫，到现在都没有消息，不会是遇到什么事了吧？潘越，你再不来，我就要撑死在这儿了。小姐，潘公子派人传来口信，约你去风雅院一聚。备车备车。哎，小姐，你这个样子去可不行。为什么？风雅院是京城的插花品茗之地，去的呢都是一些名门千金。这些女孩子平日里不干正事儿，就知道捧高踩低，争奇斗艳。之前有一次，小姐不过是梳了一个有点过时的发髻，就被他们嘲笑了好久。所以，小姐如果这个样子去，遇见了熟人，定会平生波折。潘大人跟小姐约的是午后，小姐你来早了。无妨，等等他便是了。不过你别说，平时在县衙里一直朝夕相处不绝的，这久了不见，还挺想他的。这大概就是话本里说的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”。哎呀，你收敛点儿。哟，这不是芷儿妹妹吗？这是吏部尚书的千金司马轩，平日里啊最爱与小姐争风吃醋，与小姐向来不和。妹妹出了趟远门，倒比之前出落的越发好了。这皮肤，这身量，怕是玉兔见了也要将妹妹错认成嫦娥呀！啊，你也是，你也是。走吧，妹妹，跟我一起进去品茗赏花，咱们好好的叙叙旧。改日我等人呢。让你丫头在这等着。走吧。姬仙，这茶真不错。芷儿妹妹，我昨个还替你担心来着。我知道你伤心，这都是自家姐妹，你就不必故作坚强了。我们都知道，昨个皇后娘娘召了潘景父子入宫，过了更帖。下个月15号，潘越就要和郡主奉旨完婚了。你说什么？呀，妹妹，你真的不知道呀？唉，你说你为了那潘越千里追夫，跑到河阳的穷山恶水之地，没
想到他还是对你弃如敝履，我都替你感到不值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潘越昨日进宫后就没了消息，难道是因为这个？若潘越娶的是别人，以你上官家的万贯家财，啊，多添点嫁妆，做个小妾什么的，倒也行得通。可他偏偏娶的是郡主，这郡主又怎会同意一个商贾之女与他共侍一夫呢？话说这人呀，贵在有自知之明，白白浪费了那么多年的青春，最后连个妾室都没混上。要是我呀，这会儿早就躲在家里，不敢出来见人了。男未婚，女未嫁，我喜欢潘越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当然了，如果他要另娶旁人，那也是可以的，什么浪费不浪费的，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。至少我在追求内心所爱，而不是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。妹妹说的真好。妹妹，咱们输人不能输阵呀。这是香橼阁新出的白玉粉，涂上以后面如白玉，容光焕发。妹妹可一定要试试，保准的潘越看了一定会后悔的。你快试试吧。这味道不像是脂粉啊，这是花粉，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这种好东西怎么能只给妹妹享用呢？姐姐也用吧。哎呀，妹妹，这是姐姐特地为你准备的，不可辜负了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不是，我家里很多呢，你用。哎呀，妹妹你就收下吧。哎呀，你用。哎呀，姐姐家里也很多，你真的必须得用。哎呀，你真的得用。这种小伎俩就想坑我，那你可是班门弄斧了。风雅苑什么时候变成卖菜场了？参见郡主。小心小心！参见郡主。如此清洁高雅之地，竟让你们糟蹋如斯，成何体统？她就是郡主。你就是上官芷。嗯。这张脸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。正好，关于潘郎，我有事情问你，你跟我来。上官芷，我看你能得一到几时？郡主带我来此，不知想问什么。我还在等人呢，所以等潘郎。我与潘郎共谋大事，他自然什么都不会瞒我，包括你的身份。郡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杨姑娘死里逃生，乃是天赐的福气，你可要好好把握，莫要重走回头路。你可知我为何要帮潘郎？自然是心系家国安危，看不得朝中奸臣暗中作乱。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我帮潘郎并不只是一心为公，驸马这个位子也是真心想让他做呢？实话跟你说吧，今天就是潘郎让我来的。我知道杨姑娘曾与潘郎有婚约，但有得必有失。你既已死里逃生，改头换面当上了上官芷，婚约自是一笔勾销。你若是识大体明事理，就该让他各归各位，莫要挡了他的好前程。你说是吗？
郡主所言或许有理，但我跟潘越不会分开的。士之耽兮，犹可脱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脱也。杨姑娘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？不是自信，是信任。当初我被潘家拒之门外的时候，我没有信他；后来他来河阳找我，我也没有信他。我们之间经历了很多波折跟误会，才在一起。如今我不可能因为旁人的三言两语就将他拱手相让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实在不配他的喜欢。除非他亲口跟我说要跟我分开，否则我不会放开他的。事到如今，怕是由不得你了。我已经给了你选择，你若放手成全，自是最好；若是不放，不放如何？那就喝下这杯酒，重走一次黄泉路吧。郡主用毒酒来试我，也真是煞费苦心了。杨姑娘果然不同凡响。怎么样，京城的雪域酒好喝吗？方才喝那么快都没尝到味儿呢。你怎么知道这酒里没毒的？郡主身居高位，却愿意牺牲清誉，跟潘越一起抓出国之巨渡。如此心怀大义、飒爽无畏的女子，怎么可能因为儿女私情下毒谋害一个无辜之人呢？我一直很好奇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，能让潘越那头倔驴魂牵梦萦、死心塌地？今日一见，原来如此，有情有义，有勇有谋。我原来只羡慕你有潘越，现在倒羡慕潘越有你了。过誉了，过誉了。方才存心试探，我向杨姑娘赔罪。希望以后与杨姑娘交个朋友。彼此彼此。郡主清风明月，能跟郡主交朋友，那是采薇的荣幸。来，驸马爷。哎呀，驸马爷啊，您真是丰神俊朗，如日月入怀呀！你们秀云楼一定要按照驸马爷的要求，把喜服做好。是，一定一定。郡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正巧路过，来看看驸马示意。孙大人推荐的地方，果然是不同凡响。潘浪一会有什么打算？人已接到，就在车上。全凭郡主定夺。孙大人今天辛苦了，我亲自送驸马回去，你不必再跟着了。啊，是。潘越，他为什么跟别的女子在一起啊？你昨日在上官府待得可还适应？我刚刚听郡主说你在风雅院遭人刁难，有没有受委屈啊？哎呀，我像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人吗？倒是你跟宫里那些人周旋，皇后娘娘有没有为难你啊？我说二位，你们俩不过一日未见，至于这么难舍难分，你侬我侬吗？你之前10年未见，不是早就习惯了？跟他分开这件事，我永远都不会习惯。
我真是怀疑，你还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潘大人吗？哎呀，说正事，说正事。郡主，我们已经查到那伙人在京城有个神秘据点，每年他们从河阳的百花宫里输送大批的歌姬。他们搅动朝局，势力实在不容小觑。在京城，就是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，你们每行一步都要多加小心。放心，我们这就去找青帝会合，商量一个万全之策。你们快些查清一切，将那幕后之人揪出来。好。这就是刘家三下。二位，请随我来。二位里边请。主子，潘大人他们来了。青姑娘，他们刚刚跳的什么舞啊？如此特别。这个舞蹈叫做云间舞，是当年我与云长一同编排的，是百花宫的不传绝学。这支舞的关键在于腰腹和脚踝。若没有长达数年的练习，是做不出那样的舞姿的。总算知道，在京城只手通天的人，为什么会跟河阳的百花宫合作了。这是我的心腹云儿，只要他们来接人，云儿就会沿途留下线索，与你们里应外合。见过潘大人。云儿姑娘，此去凶险，你可知道？知道，但为了青姐姐，我愿意冒险。他们何时会到？按照惯例，他们会提前给2天的时间，等姑娘们休息好了，调整好状态，就会来人验收。如果不过关，也有拒收的可能。那我们按照计划，一有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大人放心。那我就先回上官府等消息了。好不容易见一面，还不跟我多待会儿啊？哎呀，那不是怕被别人看到，你又流言蜚语不断吗？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？上话，你就当他们是空气，为他们生气不值得。我亲爹和亲兄弟也是别人嘛，潘府不是我家，我以后不会再回去了。好吧，你不回家，我也不回家。我们啊，就在这儿等这些桃花现了，结成桃子，吃了桃子再把桃核种下，结更多的桃子。
周而复始，始而复周，很快，这一片小桃林就变成一片大桃林。我们占山为王，谁也别想来烦我们。在第一个桃子出现之前啊，我们早被饿死了。哎，你带匕首了吗？嗯。你说潘府不是你的家，那你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别院，把讨厌的人和讨厌的事通通关在门外。冬春来，欢乐时，朝暮间，今何夕？不知可曾如梦而去？若清风，这是我们2个人的别院。轻轻我心，愿携思念遥遥相寄。怎么这个还在啊？你一直在照料这片桃林。当初你离开京城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有一天会回到这里？怎么样？我们要不要就留在这儿，等这些桃花都谢了，结成桃子，再把桃核埋下，变更多的桃树，结更多的桃子。周而复始，始而复周。我们占山为王，谁也不要来烦我们。咱们小时候的话你也记得？你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得。蔡薇，有你在就好。看来上官兰已经睡了。他暧昧如命，要是听到外面这些风言风语，肯定不会让此事简单过去的。是啊，我欠他一个解释，但是真话不能说，我又不想开口骗他。是啊，每次面对他，我的压力好大。怎么了？沙子。来，我帮你吹吹。好点了吗？来，有没有好点？驸马爷，来都来了，快进来坐坐。哦。芷儿，你无需多言。啊，潘越，我与你结交10余载，把你当成知己，才会把我最心爱的妹妹交付于你照顾。而你就是这样照顾她的吗？你可以不接受她，你也可以不爱她，但是你为什么接受她之后，还对她始乱终弃，让她成为天下人的笑话？上官兰，我没有始乱终弃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。那是什么样子？一面做着你乘龙快婿的美梦，一面与我妹妹拉扯不清。你打算金屋藏娇一辈子，让她一辈子见不得天日是吗？哥，你误会了。我们在河阳一直都是县衙同僚的关系，相处呢也都是只乎于礼。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，我都放下心结了，真的。我现在是真心祝福他跟郡主的。芷儿，我没想到，你竟然为了他隐忍到这种地步。
没。潘越，你听到了吗？他为了成全你，竟然可以放弃掉自己的幸福。你但凡有点良心，你就不该这么对他。哥，我真没隐忍，我说的句句都是真心话。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啊？那你的眼眶为什么红了？不是，我这个眼眶，我不管潘越这个小子给你灌了什么样的迷魂药，我既然是你哥哥，我就应该为你做主。潘越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你要给我妹妹一个交代，否则就算我拼尽所有，我也……下月15之前，我会与郡主退婚。此话当真？若我食言，你便可一剑杀了我。上官兰，你既视我为知己，便该知道我的为人。若非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我是不会放任局面到现在这步田地。请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处理好一切。到时候，我自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我也等着你的交代。我知你所想，可是他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，只有等事情了结，我们再来跟他负荆请罪，征求他的原谅吧。百花宫亲弟，恭迎万妈妈。万妈妈，这都是我们百花宫千挑万选的歌舞伎，请万妈妈赏眼。走几步，我看看。举动妖娆，燕氏媚行。哼，青帝调教有方啊！谢万妈妈夸奖。肩宽1尺3寸，胯宽比肩宽少2寸，腰一握之宽。好啊，眉毛中杂生异色，不急。你这痣若长在眉间，倒还有救。痣在肩门，主刀杀。除了此女，其他姑娘我都收了。原来是云间舞的主舞，而且艳压群芳，她可是我千挑万选的。万妈妈还请通融一二。若是在往年，倒可以勉强过关。今年
京城流行看相，咱们这儿的客人也不能免俗。3天后，我再来接人。青帝若是有接替他的，我可以再验一番。告辞。我们跟上他吧。不可。为何？前门出去四通八达，河对面有个茶楼，它的2楼可以俯瞰整条街道。贸然跟踪的话，不仅容易跟丢，而且容易被他们发现。我再想别的办法吧。千算万算不如天算，我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，他们会用这种理由拒收云儿。有没有其他的歌舞伎可以作为眼线？不行，此举九死一生，其他的人我都不敢相信。我来。你？你不要忘了，我小时候学过舞蹈，我中秋宴还给皇帝皇后表演过呢。常言道，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你怎么能行呢？上官小姐，潘大人说的是，身上没有功夫，会被人一眼就看穿的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要麻烦青姑娘帮我练几天，说不定我还是能蒙混过关的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一件事情，之前我不是在义庄收尸吗？那些无主之尸都是由义庄安葬，师傅疯了之后，就是我一个人去，而且晚上经常会碰到盗墓贼，我既怕被他们所害，又想保护那些坟冢，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。滚呀！滚！吓死你们！我就点燃那些打湿的狗尾巴草，然后制造烟雾，最后呢，在鞋里放上铁片，我就垫着脚尖在草丛中行走，看起来就像不沾地一般。可这是表演，坐在你对面的是达官贵人，不是盗墓贼。我担心你真的这么跳会出问题的。哎呀，你也太瞧不起我了。那背诗跟跳舞不都是体力活吗？那背诗还更费力气呢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是不会让你去的，太危险了。你说过你会一直支持我的。我是说了会一直支持你的，但我也说了会保护你啊，我不可能置你于危地而不顾啊。潘越，杨采薇，失而复得的好运气，我不敢再奢求第3次，我真的怕了。你的好运气没了，那不还有我吗？你看我这20多年都经历些什么，还险些死于非命。这好运气，怎么也该轮到我了吧？哎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加倍小心的。再说了，不是还要你保护我吗？那肯定不会出事的，对吧？骗一世难，骗一时易。我们就姑且一试吧。那上官小姐，接下来的3天你留下来，我们好好练练，尽量准备充分。好。那你找个理由跟我哥说一声。放心吧，青姑娘，那上官这就拜托你了。云间舞是当年我与云长一同研习的舞蹈，舞步摇曳生姿，人影飘摇，色而不淫，欲语还休，乃是舞技中的精妙绝学。好，开胯，上身立起，
再往上牵着你，对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此舞蹈学来不易，即便是天赋异禀的人也需苦练。起来，再来，起来，再来。当年多少个日夜，我与云长练得足痛难忍，只能把脚放在雪堆里，才能暂时缓解疼痛。上官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个云间舞的确是有一些难度，你只学几天，真的是难为你了。不是啊，这舞即便再难，也不能只有云儿一个人学会吧？不是他们学不会，是我不肯教。为什么？自从云长死后，我就再没有勇气跳这支舞了。若不是云儿天赋异禀，还有她眉宇之间与云长有几分相似，我也不会把这支舞交给她。所以除了云儿，这云间舞在这世上也算是失传了。你放心，我跟潘大人肯定可以抓到幕后主使，还你的姐妹们一个公道。那我再来一遍。叫什么名字？芷儿。你也会跳云间舞？之前一直陪云儿姑娘练舞，所以会跳。好啊，就是你了。带姑娘们走吧。
是上官小姐留下的，他们往这边走了。石罗院禁带任何私人之物。姑娘们，你们的钱袋、香囊、帕子，原来那个地方叫都得石罗院，取出来，存在应该就是这儿。哎呀，抱歉。公子，前面没有香粉的痕迹了。我那边也没有。有些奇怪啊。大人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宅子占地很小，不像是招待达官贵人的地方，而且他们行事一向神秘低调。这所宅子离闹市区那么近，四处管闲之声岂不是很容易传出来被旁人听到？阿泽，你去看看这个宅子有没有后门。元儿姑娘，你找附近的人打探一下这所宅子的情况。好，是。道上，给我喝一杯啊！来，到石罗院了，应该就是这儿。姑娘们，从今日起，你们就是石罗院里的人了。这石罗院可不比寻常的歌舞坊子，只要大家乖乖听话，日后啊，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沐浴更衣，听候传唤。是。公子，这宅子没有后门。大人，刚问了隔壁，说此处无人居住。夜里呢？问了好几家，都说这里就是一个废宅，已经很久没有住过人了。糟了！这里一定有密道。走。是。好。找到了。姐姐，你看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看的衣服呢。是啊，你看还有这钗环，我刚才摇了摇，可真是金子呢。这石罗院果真如传说中的一样，堆金积玉，咱们日后可有好日子过了。是啊，当年云长出来此地，一定是因为
日后能簪金戴玉，富贵一生。却不知这座富丽堂皇的石罗院，其实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。站住！万妈妈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想小解一下。石罗院的规矩，该看的看，不该看的别看。不然就会像他一样，不仅聋，而且哑。你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10年前，她也是石罗院风头正盛的姑娘，因为打了头牌一巴掌，被左院主惩罚，最终落得这个下场。哎，您瞅瞅这香囊啊，绣花的香囊，来看一看啊！来看一看，来看一看啊！香囊，绣花香囊，香囊，绣花的香囊啊！见过大人。快倒上呀！啊！来，来，我给你倒上。来，美人，来喝一个。来，喝。把守这么严密，看来没办法向潘越传信了。希望他能看到我留下的线索，尽快找到这里。这间房的客人可是我们贵客中的贵客，你们一会儿好好表现，要是出了什么纰漏，连我也保不了你们。是。院主，何大人，姑娘们已经准备好了。他就是石罗院的主人，会是水波纹组织的幕后之人吗？左院主，别的事啊，一会儿再说。先看舞吧。好。开始吧，姑娘们。是。
此武是石罗院绝技，果然呐，百闻不如一见。左院主有心了。何大人，石罗院对您的诚意，可不仅仅是这一支舞。你们求我办事，可到现在我连你家主人的面儿都没有见，他究竟什么身份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万一出……何大人，你放心，主人一直不露面，这都是为了何大人的安全考虑。那万一日后要出点什么状况，那查不到你何大人的头上。看来这个左院主只是石罗院的管事人，他背后另有主谋。既然左院主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若再拒绝，倒显得我不近人情了。你们要的东西，多谢何大人。万妈妈，把何大人陪好，务必让何大人记清。院主放心。看来这石罗院的真正用处，就是为了与朝中官员勾结，好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。何大人到底给了左院主什么东西？芷儿，妈妈，何大人指明要你一个人去伺候，还不快进去？哎，来，朝帽顶嵌无光东珠7颗，你要现在短帽带兵搜后解？金花嵌松石珊瑚垂珠1你现在叠，搜解，定会打扫净水。金佛嵌东珠万一可找到1他颗，他就多一凉帽分的危险。后金花嵌松石1颗，金项圈嵌东珠如果你想好5颗，了，那就去做。金鸭鬓嵌东珠5颗，多谢郡主。嵌东珠耳坠3对12颗，金手镯1对，玛瑙树珠1串，琥珀树珠2串。孙大人，礼单上东珠的数目好像不太对。啊？什么人？哎，郡主，没事吧，郡主？我没事，你们快带人去追刺客。孙大人，照顾郡主，我带禁军缉拿刺客。是。美人儿，方才你跳的那支舞啊，真是把大人的魂儿啊都勾走了。大人，吃点东西吧。哎，大人，这夜色还长，大人何必心急呢？不如我陪大人行酒令。那美人儿想行什么酒令啊？藏钱毒酒，岂不雅哉？好，猜猜，在哪个？哎呦，美人儿，你猜对了。大人，喝酒。这回啊，该你喝了。你再猜猜。左边。哎，可以呀，美人儿。奴家只是运气好。大人喝酒，还不是你每次要赢的时候，眉头都会微微上挑。来，咱们继续。大人，我再去给您温几壶好酒来。
怎么才能进去？去给大人温几壶好酒。啊，还有，大人说要点助兴呢。是。给我挨家挨户的搜。是。大人，咱们继续。美人儿，你是不是想灌醉我呀？大人怕输不想玩就直说嘛，何必耍赖呢？输给美人儿又如何呀？啊！那就一局定胜负，输的人要喝完这一壶。大人，我要吃马！大人，你没事吧？这个呀！救命！大人，大人呢？快来人！快拉住他！哎，大人，他可是贵客。没事吧，大人？如果他出了什么差错，那我们都担待不起啊！小谢大人，大人。令牌上绘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水波纹，只是这幅羊角图腾的一部分。水波纹，羊。所以，顾雍临死前说的羊，并不是姓氏的羊，而是牛羊的羊。通关文牒，司盐都尉，难道跟新政书院后山那批盐有关？杨三尉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。偌大一个地下青楼，若是真藏于这些街户之中，定会有些不同之处。一定可以找到，一定可以找到。接着搜。是。
愿无神听无召唤，黑暗必因无身。黑暗赐无神力，让黑暗之影遍布天地。尔等之命已被黑暗所蚀。主人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何大人酒后发狂，现在已经清醒过来。何大人说，是一个新来的歌妓偷偷在他酒中下了过量的5石散，怕是有外人混进来了。杀！是。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。你们几个去那边，就算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哟，对不住了，大人，今天我们石罗院遭贼了，快！真糟心！大人别说，我们送您回去。你们去那边搜，我在这边，必须找到他。是。等等，这么多泔水，都是这里的。是。所有人搜，走。细点啊！这边有吗？没有。这边看看。是。我这边也没有。找没有？去那边看看。安静。好。走。大会找您。好了，公子，慢点，别太欺负大人。这点手下。好端端的。扶着点。我搀你娘。万妈妈，后院没找见。会去哪儿呢？万妈妈，不好了，有禁军闯进来了。什么？禁军？你们干什么？这里是私宅，即使禁军也不能乱闯。郡主遇刺，全城缉拿刺客。郡主抓刺客关我们什么事？这个宅子的主人，恐怕你得罪不起。那个叫芷儿的姑娘，她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也在找她。给我搜！跟我来！公子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都搜过了，没有找到。不过刚刚后门走了一辆马车，只是那是我们潘府的马车。
在哪儿？你放肆！把上官纸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。上官纸，你想清楚了再说。你要的是上官纸，还是杨继安的女儿杨采薇？你怎么知道？放下你的剑，再跟你父亲说话。那日我去找你，是想与你谈婚礼的事，却看见了你和他在一起。采薇，有你在就好。你口口声声叫她采薇，还谈论着儿时过往，再回想此前种种，你从来就不喜欢上官纸，怎么会忽然和他情投意合？我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变故，但我猜测，杨采薇没死，还伪装成了上官纸，而且还和你一起在查杨继安的旧案。我说的对吗？当年杨继安一家被杀，你作为他的好友作壁上观，不闻不问，难道时至今日，你还要做他们的帮凶，连杨继安的女儿也不放过吗？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？我如果是帮凶，哼，他杨采薇早死了100回了。那你为什么出现在失罗院？同僚相邀，我无意投靠任何人，但也不能不识时务。我带走杨采薇，是怕你连累了潘府。我现在可以把人给你，但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跟郡主大婚在即，你为何要跟他在一起？你把事情搞得这么大，是在引火烧身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成为第2个杨继安吗？一命而已，死又何妨？你这是欺君之罪呀！我知道，所以在数月之前，我便已答应父亲，与潘家再无瓜葛。你找到他又能如何？这就是儿子自己的事，就不劳父亲费心了。好，我告诉你他在哪里。但从今天开始，你与潘家就再无瓜葛。一言为定。再无瓜葛。好，怪我贪图成为皇亲国戚，竟又搅进了这趟浑水。可是我搞不明白，郡主宁愿自毁清誉，也要陪你演这么一出。不是每个人都像父亲一样，凡事只顾自己。来人，带出来。采薇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没事。走吧。记住，今天晚上我从未见过你们。走吧。
无论如何，这次都要多谢你爹出手相助。我知道，我很感谢他，但是我与他好像永远没有办法好好说话。笑什么？谢谢你的好运气。哎，对了，你在里面有什么发现吗？我进了石落院的隐蔽的一个房间，里面有一条支塔，上面的图案跟水波纹一模一样，拼起来是羊角的形状。所以咱们一直要查的不是水波纹，是羊角纹。羊角纹？嗯。难道他们组织是以羊为尊吗？对了，我看到有个正在祭拜的中年男子，我猜他就是水波纹组织的幕后主使。你有看清他的长相吗？房间太黑，没有看清。中年男子，是不是右眼有点淡黄的那个？那个是石罗院的左院主，石罗院跟那些官员私相授受都是由他亲自出面。我看到他在接待司盐都尉，让对方给了他一个通关文牒。司盐都尉，那新政书院后山的那批司盐会不会跟他有关系？我想也是。司盐都尉的通关文牒可在境内任何一个地方通行，但是他这批司盐究竟要运到哪里去呢？挑了石罗院，那伙人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已着人安排好，先送你离开京城。潘大人，你们此行可有什么收获？我们见到了石罗院的院主左京飞，他是个40出头的男子，右眼淡黄，一瞳。你可认识此人？是他，就是他。9年前在河阳追杀云长的人，正是他。你们抓到他了吗？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左京飞的样貌，而且也查到其实水波纹就是羊角纹。只要继续这样查下去，肯定可以揪出幕后主使的。潘大人，上官小姐，相信你们一定能帮我的姐妹报仇。我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咱们接下来怎么查？你有什么主意吗？我准备让阿泽去查一下石罗院的房契，看看有什么发现。怎么了？自从跳了那云间舞，感觉走久了脚踝就有点痛。啊？姐姐，没事儿。小生，潘大人，你来京城了，找到阿江没？走。那不是上官小姐吗？她旁边的人是潘越。没想到你跟阿江都来京城了。他不告而别，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？什么都没有，就那么走了。他来京肯定是替父报仇，他刻意疏远，那肯定是不想牵连你。姐姐，我真的担心他有危险。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找到他的。啊，你呢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就待在这儿吧，我担心他回来找不到熟悉的人。反正他总会回来的，对吧？宁可做过后悔，也别错过后悔。你说的吗？今天在这吃饭吧。好啊，那我出去买点酒菜。
怎么了？这个味道怎么跟那个幕后主使在祭拜时候的香料一模一样？小生，这种香料很少见，你从何得来？这是江族的胡杨香。我发现京城的达官贵人们不喜欢买玉镯子，反而喜欢用香料，所以就找了一个江族女子进了这些货。怎么了？那个，今天饭先不吃了，你先带我去见见那个人。哦。姐姐，这位就是卖我胡杨香的那位江族掌柜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，直接问就行。我们想请问一下，找你买胡杨香的有没有一个40多岁，然后右眼淡黄的男子？没有印象了。那京城除你之外，可有其他香料铺子卖胡杨香？不会，胡杨香是我们江族人特有的香料。据我所知，整个京城只有我一家在售卖。麻烦您看一下这个图案，跟你们江族可有关系？羊角云纹。羊角云纹？是，这羊角云纹是江族刀汉部的图腾。江族人上阳，因我朝与江族连年战乱，很多刀汉部的江人会越过边境来到洛溪定居，这便是洛溪江族。后来他们融入当地，开始农耕，和汉人已经没有区别了。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喜欢带着图腾，提醒自己不忘江族血统。如此一来，这一切便串联起来了。我朝与江族连年开战，不少江族人迁至洛溪定居，那幕后之人想必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以羊角云纹为徽记，在河阳培养自己的势力，又与江族勾连，利用河阳的码头将轻盐走私进中原，谋取巨利。他们经营了10多年，又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开路，应该身居高位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查一查洛溪籍的高官，就能找到他？迁至洛溪的江族人都被划为了军户，他们骁勇善战，朝廷用他们打仗，却又担心其中会混入奸细，便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不与洛溪籍的官员有升迁的机会。那看来这个幕后之人很可能私下偷偷换过籍贯。十有八九。根据云长姑娘写的告密信，这个官员应该是在10年前调任的京官，且势力庞大。如此可以推断，他的应召入伍时间应该是在景昌10年到20年之间。我让阿泽再去兵部查一下，咱们再做下一步打算。贾夫人，您看看这些花，都是花圃匠人近期新培的，看看可还入眼？疏朗大方，艳而不俗，堪配晶儿。帮我订一批，下月15准时交货。是，夫人，您可是预备郡主大婚所用？寻常绢花过于流俗，届时我想用鲜花点缀喜堂。好嘞，这就去安排。上官芷，你既然那般恬不知耻，我便将你的丑事好好宣扬宣扬。贾夫人，这么巧，你也来选花呀？司马小姐，冒昧打扰夫人，我其实是想问问，
郡主可还安好？郡主有何不好？啊？郡主没和您说吗？那日在风雅院，郡主因为潘公子的缘故，和一个叫上官芷的小姐起了争执，郡主还当众带走了上官芷。我本以为此事已经妥善解决了，没想到方才在街头看见了潘公子和上官芷在一起，举止还很亲密，故而实在有些担心郡主。早就听闻有个富商家小姐痴恋潘越多年，可是这个上官芷，正是，说的就是这个上官芷。她为了追潘公子，从京城追到了河阳，又从河阳追到了京城，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夫人，我实在是担心郡主和潘公子的婚事会因他而受到影响。司马小姐，人后莫论人是非。潘越是我未来妹夫，我相信晶儿的眼光。他们的婚事，岂是一个区区的商贾之女可以影响的？方才这些话，你以后就不要随意再拨弄了。是。善儿，回府。是。主人，人到了。卓兰江，拜见主人。抬起头来。我第一次见你爹的时候，就是你这般年纪。你跟那时候的他呀，还真是一模一样啊！起来吧。那时候，我们都只是寂寂无闻之辈，却怀着同样的雄心大志。我们结为异姓兄弟。说好了一起打拼，共享荣华富贵。这些年，他在江湖，我在庙堂，我们水火相济，严眉相承。我的权力遮蔽银雨楼，成为河阳第一大势力，大的银钱支持我爬到今天的高位。如今眼看就要大功告成，你爹却……造化弄人呐！所以我来了。我不想我爹就这么抱憾而终。你可知富贵险中求？你爹为了保你清白，一直不愿意你掺和这些事，为此甚至装死了3年。你为何还要违背他的遗愿？我对荣华富贵不感兴趣。潘越逼死了我爹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你要对付潘越，我愿意做你手中那把刀。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你与潘越曾在河阳比肩而战，交往甚密呢？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一位女子。潘越不但利用我与那位女子的关系，还将她夺走。这其中发生了什么，想必你们都已经探究清楚了。若不信我，一刀杀我便是，何必拿这些虚词来试探我呢？怎么能这么跟主人说话呢？初生牛犊，少年意气，不错，
颇有你父亲当年之风啊。既然你这么恨潘越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亲手报了这弑父夺妻之仇。公子，这是方才门上的帖子。怎么了？贾夫人设宴，邀我前去。贾夫人？哦，郡主的姐姐，太尉贾全的夫人。奇怪，若是商议婚礼的事，应该邀请我父亲一同前往，可为何单单请我一个人，还特意写明是家宴？拜见太尉，拜见夫人。一点小小的心意，不成建议。阿泽。潘公子，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，何必如此多礼呀？早就听闻潘公子是人中龙凤，仪表不凡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难怪晶儿对你如此钟情。夫人过誉了，能得郡主的青睐，是潘某的荣幸。大人、夫人，宴席摆好了。潘公子，请移步。夫人请。令姐为何突然请我上门？事发突然，我也是今早才知道的。既来之，则安之吧。请。今天啊，没有外人，这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宴。潘公子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千万别拘着啊。是。虽是家宴，但来者是客。潘公子，我敬你一杯。啊，对，夫人说的对，来，潘公子敬你。谢太尉，谢夫人。我父母过世的时候，晶儿还小，是我一手将她带大。长姐如母，晶儿打小就眼高于顶，多少王孙公子她都不屑一顾，却一心想下嫁于你。潘公子可要好生待她，莫要辜负她一片真心啊！夫人请放心，有件事我想问潘公子，你可否诚实回答？夫人但问无妨。近日我听了一些传言，说你与一位上官小姐纠缠不清，可有此事？姐姐，你不要听信外面那些市井谣言，都是小人杜撰。若只是谣言，你又为何与他在风雅院争风吃醋？上官小姐与我自小便相识，我与她的兄长亦是知己好友，所以两家来往频繁了些。这些我与郡主都解释过，相信以夫人的见识和心胸，自有明断。是妹妹也好，朋友也罢，潘公子既然决意要娶晶儿，往后你的心里、眼里，只能有晶儿一人。君子防未然，不处嫌疑间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。我不希望晶儿往后的生活，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你尽快与他断绝往来，这样对潘公子、对晶儿，或是对那位上官小姐的清誉都好。潘公子，你说呢？夫人请放心，潘越知道该怎么做。哎呀，夫人，能不能先吃菜啊？你看这桂花鲜蒸的鲈鱼啊，这放凉了可就腥了啊！来，你看。
来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鲈鱼脸，尝尝。郡主，潘公子啊，我以前呢见过潘公子的画，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啊胸有丘壑，没想到啊，这有一天居然还成了晶儿的夫婿了，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！啊，太尉过誉了，太尉和夫人才是佳偶天成。啊，那是。当时我认识夫人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不起眼的行伍之人。谁能想到啊，我还能娶她为妻？好了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也不怕潘公子笑话。来吃菜，来吃菜吃菜，来，潘公子。潘公子，请。郡主啊，马上就要出阁了，就让她们姐妹俩呀多说几句梯级的话。我带你在这园子里逛逛，咱们呀也松反松反。方才还要感谢太尉替我解围啊。嗨，只要你别见怪就好。我的夫人呀就是这种性子，其实平时啊她挺好相处的，只是一遇到郡主的事情吧，她就过度紧张了。刚才啊我还真怕你跟她力争到底呢。夫人也是关心郡主，潘某又怎么会见怪呢？那就好。不过吧，入赘了皇家，这皇家的规矩啊那就来了，以后这种事啊少不了的。太尉可是有何高见？这咱们呀就不能把自己当成丈夫，得做一个花匠。花匠？不错，要像呵护这些娇花一样，悉心照料你的娘子，摸准他们的脾气、喜好。遇事啊，别问对错，只管顺着他的心意就行。如此这般，方可称为一个合格的驸马呀。太尉真知灼见，真是令人茅塞顿开。哎，还有啊，你千万得记住了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呢？啊，这些人啊，明里暗里是瞧不起咱们的。就算你再有能力，他们也还是会说，我们呀是借了娘子的光。没想到这些年太尉功勋卓著，竟还是会有这样的感慨啊！哎，我虽高居太尉，但军中之事，我只能做些文书工作。哎呀，既然入赘黄门，得到了本不属于我们的荣华，世人背后如何指摘议论，我们也只能厚着脸皮受着。但即便受了诸多委屈，太尉对夫人还是那么温柔体贴啊！夫人肯下嫁于我，我对她感激关爱还来不及呢。至于外面受了什么委屈，那就受着呗，何必带到家里来呀？太尉小心！潘公子，快来人！潘公子，潘公子！大人，快传太医！是，潘公子。小姐怎么了？没事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今天总是心神不宁。哎，灵儿，门上还没有我的口信吗？刚刚才去问过，没有。已经戌时，潘越去太尉府赴宴，怎么也该回来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太尉府刚刚传来消息，潘公子遇刺了。什么？平日里你总说太尉府风雨不尽，今天刺客居然跑到家里来杀人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夫人，我也没想到刺客居然会偷偷埋伏在房顶上面。
而且潘公子刚刚回京没2天，没听说朝堂里谁是他的政敌，这刺客怎么会偏偏针对他呢？太医，太医，他的伤怎么样了？他的血已经止住了，所幸没有伤到要害。哎呀，万幸万幸，真是老天保佑啊！不过还需要静养几日，不要牵动伤口啊。好，多谢太医。阿泽，杨姑娘，潘越怎么样了？杨姑娘请放心，公子已无大碍，只是因为公子在太尉府遇刺，贾夫人心中过意不去，所以就多留公子在府上休息几日。我现在正准备去书语院，去拿些公子的衣物。我想进去见见他，你看能不能帮我？杨姑娘，这公子遇刺之后，尤其是公子的房间，太尉府已经增强了戒备，所以时刻都会有人把守。我想有个人应该可以帮我。郡主，我要进去看看潘公子。是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有事再唤你们。是，郡主。潘越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心点，我扶你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若是被贾夫人撞见，定会为难你。我一再跟杨姑娘保证你的伤无大碍，但她一定要见到你才放心。况且此时此刻，我想什么灵丹妙药都比不上杨姑娘。来都来了，难不成你还想赶我走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伤口是不是很痛？方才是很痛，但一下就不痛了。多谢郡主，药到病除。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？对了，今天刺杀你的究竟是什么人？是卓兰江。阿江，你先听我说。当时那一剑刺来，我已无法躲避。若他真的想杀我，以阿江的武功，我绝无生还的可能。所以我想，他并不是真的要杀我。你的意思是，阿江是被逼迫的？是。当初他不辞而别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混入幕后之人的身边。这次的刺杀行动，应该也是那人针对我们挑了失落院的报复，也是对他忠诚的试探。阿江也是想替他爹报仇，所以才与虎谋皮。对了，前几日张大人在城郊遇刺，刺客是一个持剑的青年男子，我想，那人应该就是卓兰江。他现在的处境，一定是凶险万分。属下办事不力，未能取得潘越性命，望主人恕罪。我记得你杀张大人的时候，他手下护卫众多，你也杀得干净利落呀，为何这次会失手啊？我与潘越在河阳交过手，他熟悉我的剑招，所以才能躲开要害。还望主人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罢了，你已尽力，这次算他命不该绝，以后再找机会吧。谢主人不罚之恩。你带他下去安顿，
从今往后，他就是我们的人了。好。陈长远原来一直藏在这里。你住这儿，无令不得外出。知道了。他还没有完全信任我，得等待时机，一击致命。潘公子，你就留在这儿休养吧。你在我府上受伤，本就是我们疏忽所致。这伤刚好一点就要走，这难不成是在怪罪我们？太尉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幸亏是在贵府受的伤，才能得到及时救治，我的伤才能恢复得这么好。只是这婚礼还有诸多的琐事，再叨扰下去，恐有诸多不便。姐夫，姐姐，去听潘郎的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你呀，还没过门呢，就这么向着他。姐姐，好吧，那我先送潘郎出去。我已派人去吏部调查百官户籍，若有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